红云金顶因其晨间常见红云瑞气环绕，故得其名。红云金顶海拔2336米，从峰角到峰顶垂直高差94米，远眺金顶，恰似农家蒸饭用的甑子，又像云海中高高耸起的一只巨大的惊叹号，奇险无比。攀登金顶，需由右侧岩从绝壁上凿出的狭窄石灯，借助铁链，手脚并用才能攀援而上，倘若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红云金顶是梵净山人文景点和自然景观的聚景盆。体验红云金顶，一路走上来，能遇到小雨、大雾、晴天3种天气，尤其一阵风过吹来雾气，红云金顶仿佛就披上了一条白毯，把行人盖在了里面，所以走在山路上有一种穿云而行的感觉。其次是山路险，在从石台阶走上来的过程中，两侧的石壁离得很近，最多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光线从狭小的岩石缝隙中间穿过，呈现出一线天的特别景象。老金顶还有一个称呼，名为月镜山。之所以称其为月镜山，是因为每当夜晚之时，当月亮高挂空中，老金顶的石壁在月光的照射下便会出现佛光影像，就有镜子一样。在老金顶上还有一座庙宇，名为燃灯殿，供奉的自然是佛教的燃灯古佛。徒步登山最好提前准备一副手套，那种普通的作业手套就可以了，因为登到老金顶那一块坡度非常陡峭，需要抓住两边铁链，有手套的话可以增加摩擦力，相对来说会更保险一些。马蹄寺石窟是一规模宏大石窟群体，它包括7个小石窟群。民间传说，天马下凡时一体落在这里的一块岩石上，踩下一只蹄印，寺院由此而得名。石下这块蹄印石被保存在马王殿内。马蹄寺石窟大约创建于5至6世纪，其中一些洞窟可能在5世纪初或更早。马蹄寺石窟群包括千佛洞和南北马蹄寺、上中下观音洞和金塔寺7个小石窟群，每个小窟群多的有30余窟，少的有2窟，总共有70多窟。整窟造像结构严整，统一和谐，富丽堂皇，以圆雕、高浮雕、影塑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层次分明地塑造了众多的佛教人物形象，充分显示出5世纪前后中国早期石窟雕塑艺术的高度成就。麦积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秦时期，1600余年的开凿和修缮，现存窟龛221个，各类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画979.54平方米。麦积山石窟保存的造像以泥塑为主，保留有大量的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实物资料，体现了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塑像的特点，反映了中国泥塑艺术发展和演变过程，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为后世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史实。麦积山石窟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密如蜂房，栈道凌空飞架，层层相叠，其惊险陡峻为世罕见，形成一个宏伟壮观的立体建筑群。其仿木殿堂是石雕崖阁独具特色，雄浑壮丽。洞窟多为佛殿式而无中心柱窟，明显带有地方特色。麦积山石窟因位居丝绸之路要冲的地理位置，麦积山石窟既受到来自于西域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中原地区以及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雕塑和壁画艺术风格。同时，以其明显的反映中国佛殿建筑形象的石窟形式、最早期的经变化等遗迹影响广泛，是丝绸之路佛教艺术自东向西影响的转折性阶段重要遗迹。锱珠寺海拔4800米左右，始建于3000年前。锱珠意为6座山峰，6座山峰上到处是大殿、经堂、僧舍，繁盛时期僧人多达3000人。锱珠寺地处险峻高山，远离世俗社会，使其一直保持着纯净的修法氛围。3000年来，无论灾荒、法难、战争还是动乱，虽然锱珠寺会受到干扰，甚至遭到拆毁，但佛法的火种始终能在这里心传不灭。这座悬崖上的豪宅坐落在崇山之间，令人惊叹的建筑之美与壮丽的自然景观相得益彰。从阳台或露台上俯瞰，可以欣赏到绝佳的景色。宽敞的户外空间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场所，让人可以尽情享受自然的宁静与宜人。豪宅还注重隐私和安全，它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它与尘世喧嚣隔绝，为居住者提供了一片安静的天地。在这个令人屏息的地方，您可以尽情享受豪华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生活体验。无论是欣赏壮丽的景色，还是沉浸在奢华的室内环境中，都将给您带来难忘的居住体验。赵家洞石窟，远远望去，悬崖峭壁上早有不少做工精细的洞窟，其不但数量繁多，且排列规整，层次分明。远远望去，恰似镶嵌在绝壁上的一座座楼房。设有暗道连接着上下的洞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正历史存在。古人为避祸乱，常躲于此，
相继开凿，先小后大，先下后上，历经千年，风采依旧。在近100米的悬崖峭壁上，密密麻麻地雕凿着几十个非常精致的洞窟，就好像镶嵌在绝壁上的一座座高楼。这些石窟分上、中、下3层，洞内宽敞明亮。从绝壁上留下的孔道来看，洞外的绝壁上还应修有栈道，架有云梯。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那个时期的村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现在这个地方其实处于一个半荒废的状态，很多房间里面都已经空了。这座寺庙坐落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之上，给人一种凌空而建、神秘而庄严的感觉。它是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寺庙的建筑和雕塑精美绝伦，犹如凭空而立的宝塔，雕梁画栋，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与陡峭的悬崖融为一体，形成一幅令人惊叹的壮丽画卷。寺庙内殿堂宏伟，香火鼎盛，给人一种祥和与庄严的氛围。从寺庙的高处俯瞰，可以欣赏到令人窒息的美景，壮丽的山峦、奔流的瀑布和蓝天白云在视野中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的宁静与神秘，让人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聆听悠久的经文颂唱声。在这里，您可以领略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体味到修身养性的意义。有一座山脉，由5座山峰组成，自西向东排列，巍峨成云，像一只巨大的凤凰在远处。这座山叫做五峰岭。如果你来到五峰的山顶，你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五峰岭脚下群山环抱，一些不为人知的野生树木到处生长，使原本光秃秃的小径变得有点绿。随着石梯继续行走，其中一段风景迷人，游客和摄影师将在此停留。走到山峰半山腰，你会发现一座小木桥。一座看似简单的桥，为何能经得起数百年风雨？屹立不倒。人们建天桥是为了看风景吗？或者别的什么？我们无法得知。当走到小木桥的边缘时，它看起来非常刺激。山峰也有一座小寺庙，它们已成为五峰山顶的点缀。
这座位于山顶上的一处具有千年历史的石质建筑，它坚固耐用，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石屋的建筑风格独特，采用了传统的石质墙体和木质结构，展现出朴素而坚固的特点。进入石屋内部，可以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墙壁上的图案和壁画反映了当地的民俗和故事，让人仿佛穿越时光回到过去。山顶千年石屋所处的位置高处通风，能够远离湿气和寒冷。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石屋在保护居民免受自然灾害和恶劣天气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活空间。这座石屋代表着历史的记忆，承载着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无论是对历史文化的探寻，还是对原始生活方式的向往，它都是一个值得探索和体验的地方。